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，外卖低至5折起。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。成长没什么不可以。本节目由3重真萃3地域户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。就算是个路人甲，谁也要翻身大。浪花飘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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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飘，谁不是个路人甲？谁又有资格评价？任他吧吧吧吧吧吧吧啦啦。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，外卖低至5折起。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。成长没什么不可以。本节目由3重真萃3地域户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。听个段子电充好，感谢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，零下30度只多3分钟的比亚迪汽车赞助播出。轻松爆梗随口来，一口维他爽开怀。感谢真茶真柠真爽的维他柠檬茶赞助播出。华为 Pura 90系列新一代2亿智拍旗舰，2亿智拍一出手，追星大片跟着走，为健康做好药。本节目由东阳光药赞助播出。土地有温度，美食有态度。感谢爆笑零食好 homie 10个晴天美食小铺赞助播出。有意思对抗赛继续。没有人把强迫症当病。那你看，你搜焦虑症痛苦，抑郁症难过，你搜强迫症极度舒适。你怎么能被蛇咬的？我怎么能被蛇咬？我就穿个裤衩，我能不被蛇咬吗？我。你笑啥呀？笑是生活的解药。我弟这个人，他睡觉不翻身，但旋转。你就到什么程度？就后来我半夜起来，我看他，我能知道现在几点。老太太分裂的速度有一点太快了，好事成双，很快就变成了十全十美。英文在职场里面往往一直起到一个美化的作用，达不成的指标 KPI， 一般关系不好的同事 team。老板讲话狗屁不通、前言不搭后语的时候，需要在2句话中间加一个词就会很合理。Anyway， 我要是说李雪琴，我不待见她。我说，哎呦，那她应该是完蛋了，那她应该。说她回家给我睡得着不成？她午夜惊醒队的泪流满面，说谢谢她二叔，那为啥不待见我呀？最终晋级结果是，谢谢，安全出口，直接晋级。我们第3赛段比赛继续。欢迎大家回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，欢迎大家！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，点外卖拼团更优惠。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。笑点稳稳接住，成长稳稳守护。感谢让宝宝成长有底气、上场有实力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。我们第3赛段友谊路对抗赛比赛继续，一起看一下即将出场的4支小队会是谁。掌声欢迎来自老友记小队的大老王基友，呱唧呱唧小队的南瓜几鹏，有请多宝鱼咸鱼多多。最后有请新希望集团的辛博嘻哈。第一轮要进行对决的是七友、南瓜、多多、嘻哈8位朋友，也是我们这一大阶段的最后一场对决。那首先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是摇滚乐队的乐手。你可以问他关于摇滚的任何问题，但不要问他什么是贝斯。介绍一下你们的小队吧。我们叫老友七，因为我们是老朋友，关系很好的朋友，老友七、老友记。这希望节目的氛围更像老友记一样。耶，呀咪呀咪，囧囧囧。我觉得我们现在战组是最强的，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。没问题，没啥问题，你可以的。你也可以的。掌声有请七友。我是一个摇滚乐手，我有一个自己的摇滚乐队啊，但真的不怎么挣钱，所以我现在主要靠脱口秀养活我的乐队，养不活。所以我给自己找第3份工作，我现在在当一名幼师，教小孩弹琴。
你知道摇滚乐手当幼师有多分裂，很难实现身份的及时转换。一边乐队演出特别燥，你说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， 一边让开车的小手没有举起来。知道这种地方根本不敢教小孩一些真摇滚。他们说：“哎，老师，我想学这个世上最摇滚的歌曲。”我说：“好呀，老师明天就教你弹逆战。”就很多人说我当幼师不摇滚，我觉得真正的不摇滚是一些虚伪的反抗。我身边很多乐手会在 live house 室内抽烟，对，就是旁边就是禁止吸烟4个大字儿嘛。就我说禁止吸烟，他就要抽烟；但我说禁止上清华，他说不上就不上。所以我觉得 live house 想禁烟很简单，可以针对这些摇滚乐手的文化水平，把标语换成禁止不吸烟。他们想一抽烟就会看到，就会想，他说啊，这个双重否定什么意思？对，我们有时候会演一些音乐节，我觉得现在音乐节也越来越不摇滚啊，全是一些跨界歌手。哎，谁会想在音乐节看到相声演员呀？还是说相声演员他就爱跨界？跨得好。但别管人家相声演员至少有首成名曲，对吧？哎，我们别管是几环。就很多那种网红明星，他们都没作品，凭啥上音乐节呀？可能因为虽然没歌，但他们是哥哥。在音乐节翻唱别人的歌，那版权也不用买，因为唱的一点都不侵权。这些哥哥们的粉丝会在音乐节底下大声喊说：“妈妈爱你。”摇滚乐手不理解，因为他们干摇滚就是因为他们不爱妈妈。就是你知道，甚至很多音乐节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吗？很多音乐节给我的感受就是今天气氛组给我的感受。我的意思是，整场音乐节只有一个真正的摇滚乐手。哦，不对，今天甚至只有一条摇滚乐手，没来全。就是音乐节会给我们乐队安排一些假安可，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什么是安可吗？知道。对，它是摇滚乐最浪漫的仪式。你看这个演出看不够，你可以冲台上喊安可安可，但它的魅力在于未知。可能乐迷底下喊安可安可，那边乐队已经上高铁了。那现在的音乐节的安可是会给我们安排好，让我们演完倒数第2首歌，假装下台等乐迷喊，特别心虚，因为我下台的时候，我琴还在台上插电亮灯呢。如果我是乐迷，我不会喊安可安可，我会喊琴没拿，琴没拿。大家都知道是假的，我们就真诚一点，我们说待会见，我去上个厕所，多好。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假安可下台，我们主唱都要在那深情告别，感谢你们，下个10年再见。我说不是1分钟后就又见了吗？是我们和观众有时差吗？哎呦，怪不得说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呢。你知道，经常有时候我们演一些小城市，观众不知道什么是安可，我们演完之后假装下台，没人喊，也得上台。底下一片寂静，我说哇哦，大家太热情了，给大家再唱一首。没人理我们。我们有时候会演一些中不溜的城市，很多观众虽然知道什么是安可，但大部分喊的都是叔叔。uncle， 还有人很尊重我说，哎，这个是女乐手得喊 auntie。我说，有时候我们演完之后假装下台，观众以为演出结束了走了，我们乐队回来安可，观众已经上高铁了。你们见过乐队冲乐迷喊安可安可的吗？那有时候那些乐队的歌真的太难听了。我见过一个乐队，乐迷不想安可，乐队非得安可，那乐迷都烦了，开始互相抱怨说你喊的安可。
我没喊呀，那谁喊的？那乐队自己喊。甚至我见过一个乐队在台上安可过16次。我说哥们是演着演着演失忆了吗？是啊，还是单纯就是手表运动员和没闭上给台上刷微信步数呢啊？我说你要真想刷，你不如直接搬个跑步机上台唱80平米的小窝。你这后来音乐节学聪明了。他会给歌迷发歌单，在歌单上写说本场演出有安可（括号嘘喊3分钟后乐队上台）。乐迷也很配合，在底下大声喊3分钟，3分钟，3分钟。就是很多时候，我觉得虚假的 uncle 比不上真诚的拜拜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勇敢说再见。我的演出到此结束了，没有 uncle， 因为我要上高铁了。再见，我是七友。谢谢七友。喜欢七友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谢谢七友，谢谢。我有一个题外话啊，那你们的乐队和5条人的乐队有没有机会一起演过或者怎么样呢？说到点上了，好像有个音乐节是吗？对，月底在内蒙古。哇，虽然我们乐队跟5条人在一个音乐节，但是我不在。为啥？啊，因为贝斯不在也没人发现嘛。好了，不是了，因为我要录这个节目，我要花很长时间写稿，所以我找了一个替补贝斯。他会弹贝斯吗？不会，他是一个观众，所以还是很遗憾的。现在唱一个。现在唱。他是贝斯，他只能发出那个嗡嗡嗡那个声音，很酷啊！你一个摇滚乐手讲脱口秀，这跨界很大。因为我去演音乐节，我现在有一个尴尬。有一次我演完，然后回酒店，有2个粉丝嘛，带着小孩就跟我说，然后他说，其实你应该多说一些话，大家都是来听你说话的。对，所以快给人充2个爱奇艺会员吧。所以你就是你乐队在表演的时候，你会讲脱口秀吗？其实有讲过一次，因为乐队演出很多突发情况，有一次演出我们主唱的弦弹断了，然后大家都在调试，然后我们主唱就说：“哎，你上去讲2段。”然后就特别凉。就大家没做好那个准备。对，因为来看现场的朋友就没有人想听这种，对，大家还是想玩一些。可能去音乐节就是想放弃平时那么多逻辑思考的那个时间。对。刚刚有人播了一首你们乐队的歌给我听，我觉得很好，很专业，那个风格也 ska 风格。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任科老师合作一下。哎，我希望也跟你学习的，一定有机会，一定有机会。其实这么多年没有太大变化。90几年那时候演出的时候，大概也是这个套路。其实你准备了4首歌，但第3首歌一定要下去一下哦，然后安排的第3首歌一定是最热闹的、最炸的，然后趁着大家鼓掌的时候赶快往下，就趁着大家鼓掌劲儿还没消下去，赶快再回来。对，这个我很熟啊，其实。好像感觉 encore 是跟粉丝形成一种像你说的很浪漫的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 encore 是法国人发明的。对，这个我有去检索过这个资料，就是最早被喊安可的其实是莫扎特和贝多芬，太精彩了，大家才想看。那其实相声里也喊返场是吧？我们都是非常直白，再来一个，不好就是下去吧。真的吗？咱们现在这个道德标准越来越高啊，很少有这么不礼貌，直接说下去不看你，没有这种情况了吧？退票。哎，还真不是。我是不看你，我看后面那个。退票是整场全否定。哦。然后我们之前不是我们单位啊。听别的团体，可能老一辈他们说俩人站台上说相声，这个上面下去，这逗哏还想跟人开玩笑呢，跟这捧哏说啊，你人让你下去呢，你也下去。现在大伙儿都非常的礼貌了，就没这个了。是，现在大伙儿也有小某书了，可以回来。背后去了。哎，我觉得基友越说越好了，很放松哈。
对，就是我觉得第2场是我最紧张的一场，上场都哭了。对，上场特别紧张，尤其最后还是就是被复活进去的。但这场其实特别开心，能感觉到。对，因为我第2轮其实已经快被淘汰，所以我觉得后面的就是恩赐。这个叫 uncle， 这个叫 uncle 啊，这个是 uncle。谢谢西游，谢谢，欢迎你回到朋友的身边。好，爽。特别棒啊！基友的开场表演完成之后，下一位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大家对他其实很熟悉了，但今天他要给我们介绍一个深埋已久的新身份，掌声有请南瓜！去吧，南瓜！谢谢。那个节目播出大家看了吗？确实能看出来胖了好多。有网友说我胖，说我偷吃顾客外卖。哎，其实很多人都认识我，都是因为我外卖骑手这个职业人设。但其实我最早的时候，我是个体育生，大家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，我这黑皮还给不了你们答案吗？体育生，我其实一直不想给别人提起过我是体育生，我就是我怕大家加深那种刻板印象。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人都说那个体育生呀，毕业之后就是去送外卖。你们跑这么快，以后去送外卖吧！看到这些话，我是笑不出来的，因为我送了之后发现，确实比其他同事跑得都要快。但这个是刻板印象。我们脱口秀行业也有其他体育生，对吧？嘻哈之前也是体育生，人家后来就当了空姐吧，厉害吧？人家在飞机上送餐啊。其实我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，送的都是预制菜啊。没事哈，她是空姐，我是地少哈。有期待。我出生在一个山村啊，那小时候教育资源少，那个课堂外就是满山跑。我小时候，我那个领导来检查我那个器械，我都不认识。那桌子上，领导突然走过来说：“同学们，你们知道这个酒精灯是怎么熄灭的吗？”他就点着了，同学们全都沉默了。我当时心想：你们胆子也太小了吧！我让领导看看什么叫肺活量啊！我说领导，这个我知道。我太厉害了，一口气吹走了学校的模范小学。我真不知道那酒精灯它不能吹呀，那是我第一次炸场。真炸他！我从小都喜欢那种及时反馈，对吧？喜欢练体育，因为体育练了就有成绩的。当时练的是篮球，当时教练说你有天赋，你好好练，你能上那个西安交通大学。哎呦，我当时好开心啊，就把所有的精力全部 all in 给了操场，就不去学习。那时候心想，到时候上西交大，一个3步上篮直接上。上了个中专。考试前去打篮球，十字韧带撕裂，半月板重度撕裂。当时躺在篮球场上，我都哭了。我心想，完了，中国篮球完了。我问教练现在怎么办呀？教练说你回去好好养伤，准备考文化课吧。我说啊，现在考文化课呀，离高考就剩7天了啊，离西安交通大学还差600多分。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，大学没了，腿也断了哈，以后搬砖都干不了了哈，没工作，在家里躺了2年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妈给我买了个电瓶车。当我拧动手把，微风吹过脸颊，我感觉我又跑了起来。电瓶车太能赚钱了，我们一起跑过摩的啊，跑过销售，送过外卖、鲜花、蛋糕、电视机、电脑、旧冰箱、旧空调。就彩电哈，我当时在西安跑了3、4年，我知道哪个路上交警最多，哪个路上红绿灯最少，非常熟悉。偶尔也会路过西交大的门口，我看着那学生，我心想，你们这些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哪有我懂西安交通呀？后来再也没有碰过篮球了，但你们知道有些天赋它是藏不住的。
比如后来送餐的时候，同样都是对空间的感知跟那种突破能力。要是进小区有保安拦我，我都会带着我的电瓶车。全西安的保安都防不住我。后来跑着跑着，脱口秀火了，很想接触脱口秀演员，没有什么机会啊。多亏有电瓶车。当时在俱乐部门口等着，看到个演员出来扫共享单车，当时鼓起勇气，老师别扫自行车，来，我拉你，来我拉。他竟然答应了哈。从那一刻，我电瓶车就不偏运动了，开始偏商务了哈。我从21年就来到上海哈，换了黄牌，专门拉脱口秀演员练段子上脱口秀大会。现在每年夏天都会拉着两边的演员赶场练段子上节目，每年夏天都拉出无数个热搜，拉出很多金句，拉动了整个喜剧的发展。我才是真正的脱口秀祥子。我拉着很多脱口秀演员从普通平凡到华丽的脱口秀明星，我这个是南瓜马车。我后座现在已经群星璀璨了，你们耳熟能详那些脱口秀明星，我都有他们的手机尾号哈。这几年天天拉，我现在怎么形容这线上脱口秀演员了？拉完了。你们能想象他们在电视上华丽光彩的样子，你们想象不到在我电车后座小鸟依人那一面，抓着我的后背，骑慢点，有交警，都拉过好几个大王了哈。我之前2个大王都坐我的后座，后来拿了冠军大王。我现在觉得脱口秀王座就是我的后座。自从讲这个段子，你知道现在有多少脱口秀演员排着队想坐我的后座，甚至有人趁我没在还偷偷坐。我说你压赶紧下去，你也配？这是你能做的。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没人的时候骑着。能看出来体育生的核心就是好。但我知道以我的能力永远也坐不上脱口秀大王的宝座，但是没关系，大王年年换，南瓜马车只有一个。公里与里，我在地铁口等你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南瓜。喜欢南瓜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左票。哎呀，原来这个行业都是你拉动的，谢谢啊！夸张。我拍的比较早，我就是觉得他上来之后就节奏就很好，就是有很多技巧的运用的特别自然，包括这个后座什么，他刚才那个动作表演的也很好啊。然后我这个十字韧带也折过，我觉得那个确实是一个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伤，他那个东西就是得康复，就是得复健嘛，所以他就是不光是要做一个简单的手术。对。我觉得南瓜又进化了。在他去年及时的认识到自己帅这个问题需要悬崖勒马之后，别骂了。我觉得今年真的是变化挺大的，而且你从来都不说那些，你会把你很多痛苦或者是其实比较悲伤的事情放小。去年就是第3轮，然后也是今天淘汰的哈，是我去年淘汰1周年确实去年回去痛定思痛，然后有一个网友他是我粉丝，然后他说他是上戏的，他知道我表演有很多那种口齿的问题，包括今天的这个演出，他也就是我们约了线下，他就就我2个人面对面，他就看你有什么节奏，他都会给我调的。但我希望我能对得起他这份关照吧，就是今天这个演出。你在上海拉吗？你是只拉脱口秀？摇滚乐手拉吗？愿意做吗？可以，我可以。对，它就是一个有关于梦想跟自己距离的一个故事，里边有感动，有遗憾，有追赶等等的。我觉得里边有很多的唏嘘。我还不知道之前有这样的前史，跟这个名牌大学失之交臂。没有上交大，也没有我懂上海交通哈。对，这里边其实隐隐的老有一股力量在追赶着，包括说最后的结尾也还挺让人就是觉得还挺舒服的，就是其实
最终的结果是不是真正自己坐在那个王位上，可能也在往那儿努力着。它里边有很多的暖的东西，也很多欣慰的东西，也很多能够在这过程中有很多能滋养你的东西，其实也在不断的进步。谢谢，越来越好，谢谢南瓜，谢谢。回到你的朋友身边。那南瓜后面下一位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已经站起来了，上场吧，多多。我老管它叫多宝，然后我就叫咸鱼，我们就叫多宝鱼，非常的简单。多宝鱼清蒸起来非常的好吃。店点那个清蒸多宝鱼上来就是那个海绵宝宝里有。多宝鱼真是菜啊！对啊，就是眼睛长在一边的有一个鱼，好像就是那个鱼。在浅海沙床潜伏着比目鱼家族的猎手多宝鱼，他将2只眼睛汇聚到身体同侧，用双倍视野精准伏击。这个夏天，多宝鱼们游到了这里，它们视野重叠，默契共生。上一轮赛段比完，每天就是起床之后会想到我今天晚上演完会给多多拍一个这个视频，也是督促多多，主要也督促自己。多多，现在是早上8点半40左右，我在赶去浦东机场，你醒了吗，多多？Hello， 鱼宝，刚读完稿，准备去跑开放麦了，你也加油，演专场顺利。现在是下午5点，刚刚演完，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。现在是7点15分，我还在爱奇艺写稿，演完就是最棒的。现在是晚上10点15，今晚试了一下新的这个段子，整体结构不错，笑声也很多，加油！等你回来咱们再一起研究研究啊，加油！大家好，我叫多多。我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其实还行啊，但我爸这个人从来不会给我1分零花钱，因为他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勤俭节约的人，我就觉得特别矛盾。勤俭节约作为一个好习惯的前提是得先有钱，一个人有钱不乱花确实值得表扬，没钱不乱花那不应该的吗？就我爸想让我勤俭节约，你得先给我钱，这样我只需要抵挡住一种诱惑，就是不要乱花钱。你不给我钱，我需要抵挡的诱惑太多了。不要偷，不要抢，不要骗。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，我和一个同学同时喜欢我们班一个女生，那个同学会每天偷偷的往她抽屉里送巧克力，那女生不想吃，她又给其他同学吃。我没有钱，我什么都送不了，我只能写情书表达我的心意。那女生不想看，她也给其他同学看。哎，你那情书上的话被别人看见是很尴尬的。我还说那巧克力都是我送的。小的时候因为没钱丢过脸，你长大了有钱就想体面一点。我读大学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用生活费买那种 logo 印满全身的衣服，从上到下全是勾，这种穿上你不管帅不帅，看起来就特别对，满分穿的。有的人会觉得我这样穿很装很虚荣，我就装。就虚荣，我就需要外表的光鲜亮丽来掩盖我内心的自卑，这种感觉孔乙己应该懂。我都很想问问他，当时不愿脱下的长衫是不是也是 Nike 的啊？我后来又想再体面一点，我跟我家里说我想买这个我最喜欢的新款手机啊，6000块钱。我妈说你想买你就想，我爸给我讲道理，他说儿子没关系。你好好学习，找一个好的工作。现在的你买不起，未来的你肯定买得起。未来的我肯定买得起，这句话点醒我了，我就分期付款。提前消费，分期付款真的有点太爽了，它让你感受到消费的快乐，又感受不到花钱的疼痛。你花钱不痛，就很容易忘记自己花过。我当时卡里有2000块钱，哎，明明买了个6000的新手机，第二天一发现，怎么卡里还有2000块钱？我又分期买个电脑，怎么卡里还有2000块钱？我说这个钱怎么花不完呀？我当时的生活理念就是活在当下，及时行乐啊。这个快乐就是快乐，就是当下有点太短暂了。当下对我来说就是现在到下个月的8号，8号是还款的日子。
我每个月8号，我一看那个账单，我就在想，人就一定得过8号吗？我可以1个月过2次7号。8号叫我还钱，我没有理他。9号又来催我，我说这是干嘛呀？过号就应该作废呀。每个月为了还上那个账单，我真的是在学校做过不少兼职，当然主要还是靠以贷养贷和欺骗父母。我知道这2种方法都不对啊，无论用哪一种，我都内心备受煎熬，所以我一般是2种方法交替使用。你不能一直欺骗父母啊，你不能这个月跟我爸说，爸，我需要钱去学英语4级，下个月又要学英语6级，再下个月考教资。我家里知道我没这么聪明啊，学不了这么快，而且在父母眼里这也太奇怪了，这孩子怎么平常好好的，那一到8号学习欲望这么旺盛？经常找家里要钱，要这个买学习资料，但是一到期末成绩没有任何变化。我爸都问我，他说你花钱去学的那些知识都到哪里去了？我说都还回去了。其实我分期消费这个习惯已经保持5、6年了，动不动就分12期。说实话，对我价值观影响蛮大的。我前段时间跟我朋友出去逛街，他看见一件衣服很好看，舍不得买。我说这有什么好舍不得买的？这件衣服不挺便宜的吗？也就100块钱。他说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这件衣服1200。你们懂吗？我现在脑袋里有自己的汇率了，1比12。我现在看见一个东西的价格会下意识的除以12。一件1200的衣服在我眼里是100，但一件100的衣服在我眼里是免费，这不废了吗？我马上给未来的自己写了封信。你还好吗？你应该很久没坐过高铁了吧？所以我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养成一个健康的消费习惯，我就把网贷给关了，不让我关说我钱没还。我说这个钱能不能不还了啊？就当给我个面子。毕竟当初我用你们钱的时候，我也给了你们一个面子啊。我以前是选择活在当下啊，我发现我活着只能活在当下了。这个未来的钱已经被我花完了，过去的账我又不想还，朋友们没招了啊！真的不要轻易网贷，我知道很爽，但是会不知不觉欠很多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：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会让你摇摇头、眨眨眼。感谢大家，谢谢多多。喜欢多多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我和小马老师看的一脸欣慰啊。我觉得花多多就是红气养人的。没有。因为我看了那个节目播出，我真的觉得在手机上看的时候，能看到你的面部表情啊，这些东西就更加觉得你说的那段很好，然后真的能共情到很多东西。因为熟悉多多的朋友应该知道，其实他第1季很早就离开了这个节目。那得相当熟悉他的。2年的变化真的进步太大了。谢谢。结尾特别好，这结尾一下把这个事儿给扣上了。我觉得这个结尾特别有劲儿。我也看过他之前那个作品嘛，玩手机那个是吧？对，我觉得他这个气质就有点坏的，但是那坏里面让你觉得他很可爱，他说的话你能听进去。我觉得这个气质是他就每个段子都能打动别人的一个基础。今天虽然吃了几个今天已经是我吃的算少的了。我以前一篇5分钟的段子我要吃2分半，就是一紧张我就嘴巴特别干，然后就但是因为我觉得你的气质是独特的，所以那点小的瑕疵其实
影响不大。谢谢谢谢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他就是老是有那个举重若轻的那个劲儿哈。是，而且上次手机，他老是跟当下年轻人生活都贴得很近，因为就是他们的生活。好像那咸鱼也写过这个是吧？写过。咸鱼好可爱，风格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说你们俩有聊过吗？我们平时会经常一块写作，大家也会交流很多点。我个人觉得多多这篇写的是比我那篇更好的，我那个可能是咋呼的成分多一些。但是多多他人也很好，他选择在这一轮再讲这一篇。他其实第一轮的时候其实就有这篇，他把讲那个第一篇的机会让给我，谢谢你多多。总是向你索取，绝不曾说谢谢你。哎呦，什么玩意儿呢？多宝鱼，你看他这个在演完节目这聊天这个环节当中，你就看他的这个就是他自己平时这状态，跟他表演特别像，就是跟这儿。上次我记得上一轮我就说，是吧？我还起的范儿挺大的，说那个上一季之前怎么样，后来这季怎么样，他就往这一站。憋半天，玩呗，完了就完了。我这次不敢问了，这次没有，我其实就是很紧张，然后我是那种压力越大我就会越垮掉的那种人。没事儿，今天已经挺好了，而且你这种演员确实是吃亏的，咱们实话实说，很好了，谢谢多多，回到你们的朋友身边吧。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前4位演员中的最后一位了，哪里不平哪里有他，掌声有请嘻哈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嘻哈。哎呀，这次回来非常的开心，因为看到很多朋友这次来了。去年1年，很多朋友发消息说很想跟我交朋友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我的闺蜜。好，我和我的大学同学小陈是最好的闺蜜。但我们两个性格是2个极端。她是典型的 INFP 小蝴蝶，我是 AFPF 爱发披风。就怎么跟大家说，我遇到事情会搏斗，小陈遇到事情会拨打我的电话。小陈这个名字你们一听就知道他注定是会上1818黄金眼的人。10年前有一天我刚下班就接到小陈给我打来的电话，我刚刚接起来，感觉小陈直接驾驶着一辆蒸汽火车朝我撞过来。我当时我说喂，他在那边哭得朝气蓬勃，这一切我太熟悉了。我说地址，1分钟之后给我发了一个理发店的位置，很快我就到了，找了一圈没有找到他，干脆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在哪里？你来找我，我在一个奶奶的旁边。话音刚落，奶奶抬头，老子就是这个奶奶。我一看，头发给她烫的呀，直接烫成咸鱼加黑灯。屋顶塌2边高，远看就是个大写的麦当劳。我说你怎么回事？小陈说，今天逛街嘛，遇到2个帅哥。他们说今天他们快闪店开业，然后说我很漂亮，免费请我当发型模特。你是知道我的，我从来都不相信帅哥的嘴，我只是相信我能当模特，你知道吧？我太知道他了，他就是相信帅哥的嘴。就这么说吧，你要在那门口给他换成2个南瓜。他能打死1个南瓜，再把另外1个南瓜的马车骑着就走了，根本不可能上当受骗。但是因为帅哥太帅了，跟着就去了。一到店里，一个请他躺下洗头，特别温柔；一个说他发质不好，看着显老。2个帅哥，一个洗头，一个洗脑。小陈瞬间双喜临门，特别的好。趁小陈脑子进水的时候，
店员说：“哎，今天正好有活动充值，免费送烫染。”小陈就在这样双喜临门的幸福当中，忽悠着直接用网贷充值了3万。是的，没有听错，3万，还没有分期。我只是庆幸他的额度只有3万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，我都习惯了，真的，朋友们。大学的时候，他就借过我的钱，给穿越过来的秦始皇打过钱。店员说今天充值双倍积分，还送免费烫染，烫成这样还好意思说免费？烫成这样应该赔他精神损失费吧？3万，从头发的纹理都能看出价格，刘海全是3，后面全是0。关键小陈说没有烫好之后，店员开始容貌攻击小陈了。进店之前还说你是美女，来进来当模特，现在说烫不好是因为小陈的颅顶凹陷。朋友们听一下这个词，颅顶凹陷，就感觉小陈的脑袋长成了一个波，那种一敲会咚汪汪汪汪那种波。我和小陈对视的时候，他哭得更厉害了，因为我当时真的忍不住要笑，因为他真的很像那个波里面装满了烫卷的泡面。我都不知道他明天上班该怎么办，因为小陈是个空姐。他这样子怎么上班？他明天这个样子顶着这个头，他连飞机舱门都进不去。啊，吕慧跟他说空姐饿了，他直接把头上的帽子掀开说给，这是我烫好的泡面。哎呀，哭得很惨。我到了之后，总监就过来看着我说：“你的诉求是什么？盛气凌人。”我说是这样，帅哥。他明天还要飞航班，他进来前什么样子，你就给我恢复成什么样子。总监说做不到，还说是你们不懂时尚。你要知道，我可是这家快闪店请来的明星造型师，就这个手艺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明星造型师。我当时非常生气，我说退。他说退，钱不可能退。我在那里退，他在那里不退，我们俩就在那里相对，那就针锋相对，吵得不可开交，在那里说唱巅峰对决。吵得最厉害的时候，进来了一个客人，推门而入说：“这个是新开的什么店？”我当时指着招牌说：“快闪。”客人直接闪了。总监说我造成了客源流失，要我赔偿。哟，开始对我进行 PUA 了，但是我 APU 赚得快。我说，根据消费者权益法第53条规定，经营者以预售方式提供服务的，应按要求提供；未按要求提供的，应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再次提供或退款。他为什么叫我来？为什么是我站在这里是有原因的。如果等我亮明身份，这个问题就不是简单退款可以解决的。Do you understand？ 当时说完这段话之后，我眼神坚定，鼻孔扩张，4个瞳孔炯炯有神，和他6目相对。因为他当时在质疑我，但是他不知道，一个胸中有法律的人民群众是经得起质疑的。我的鼻孔像2个黑洞，吸干他的所有质疑。片刻之后，他妥协了，说：“退，妹妹，你能不能把你朋友喊进来，不要在门口打广告了？”我转过去，小陈，阿爸。办完退款，店长亲自送我们到门口。当时在门口看热闹的客人们问我：“妹妹，你是什么身份，这么有威慑力？”我当时掏出身份证，只是一个熟练掌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人民群众罢了。处理完这一切，退了钱，接着小陈我们就去开车。小陈在路上气得冒烟，感觉头上的泡面都快泡好了。上车我让他把安全带系好，免得泡面洒了，端好。小陈就在那里端着。回家路上，我副驾驶那碗泡面边哭边笑，说：“你怎么这么厉害，把那个权益法背得这么快？”我说：“因为这已经是我这个月第2次帮你背了。”哎，16年来，小陈一直这样，什么事情都非常的依赖我。他一直说我就是他的底气。确实，3年前我离婚的时候，他哭得比我还大声。我说：“你哭什么？他们早该离了。”我说：“不哭，从头开始呗。”但那个时候要处理完离婚的事情，有很多问题要处理完了之后就没有什么钱，搬出来租房子的时候，直接当时就给我转了2万8。他当时，我说：“你这个不是贷款吧？”
他说不是，我说那谢谢你，我说我过段时间还给你。他说不用，你先拿着，不用还，这个本来就是你的。还记得那年你在理发店帮我要回来的钱吗？我当时说，不是3万吗？他说，我留了2000，准备烫个头，漂漂亮亮的陪你从头开始。有这样的闺蜜真的很幸福，朋友们，真的。去年我来参加节目总决赛播完，她看完之后给我发了条信息，她说不管怎么样，你在我心目中你永远都是冠军。我当时特别感动，截图下来准备发一条社交媒体纪念，激励一下自己。一打开 app 首页已经推送给我好友小陈最近点赞过的一条内容：爱奇艺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年度总冠军翟佳宁实至名归，你就是最好的大翟。闺蜜的爱就是这样，无私但不梭哈。今天分享这个事情是想跟大家讲，大家都说青春是手牵手坐上了永不回头的火车，而我和小陈坐的是蒸汽火车，他负责鸣笛，我负责向前冲。但是我们从出发那天开始到达的未来去哪里我们都不知道，但是我永远记得出发那天他在上铺问我一会儿我们去哪里，我说去我们的30岁、40岁，去我们的友谊万岁。谢谢小陈，谢谢谢嘻哈。喜欢嘻哈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脱个外套，讲热了讲热了，有点想小陈。怪感动的，我也想我闺蜜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女孩们应该都会想到心里的那个人吧。对。无论是你保护的那个女孩，还是保护我们的那个女孩，是因为我那个最好的闺蜜就像你一样，她是一个很有侠气的人，她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。我以前是个小窝囊废，但是好像我们长大了之后会吸取对方身上的一些东西。对。我因为他的存在而我觉得我有变强大一些，好像他因为我，他好像也会触及到一些更柔软的地方，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友谊的力量吧。所以真的友谊万岁！真的真的，我真的特别开心讲这篇内容。这篇内容其实创作时间很短，大概10天左右，而且我懂你说的那种感觉。我跟我闺蜜因为都是大学同学，我们2个一起去面试的乘务员，一起分到了一家公司，然后就一起上班了。然后她很多年前经历过一场比较严重的类似于空难。但是解决好了，他当时很平安的回来的时候，他说我当时在天上遇到发动机起火，旅客非常慌张的时候，因为他是乘务长嘛，他在处理。他说但是我丝毫没有考虑过我家里面的问题，我知道你永远会给我处理好。他真的很好，他真的留住了我心目当中非常少量的善良吧。前几年大家老是在网上刷到什么防火防盗防闺蜜，我特别不喜欢这句话。我说句实话，这是个人行为，不要上升到这种身份。真心是能感受到的。对对对。你们男孩们的友谊说说。净说这不该说的。没有没有，我们都有，男女朋友都有很好的。是，也有特别好的朋友。我和我特好的哥们儿，我们都有点高山流水那感觉，就是哟啊，是他会经常时不时的，哪怕再久1个月左右，他也会联系你一下。然后呢，他说他特别不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说是啊，我们俩是特别好的朋友，虽然1、2年不见了，但见面还跟好朋友一样。我朋友的话说，那还是朋友吗？啥朋友1、2年都不联系啊？对，所以他就通过这种方式，一直维系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他不会天天有啥事儿都互相分享、互相说啥的。但是就这种老有别人想着你的事儿，感觉还真挺美妙的。10天。就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完成一个这么高质量的东西，除了内心里边有充沛的情感跟生活的基础以外，真的就是强啊啊，真是好啊。另外一个是在哪儿？就是其实他在这说的时候，我替他感到高兴，我也替那个小陈感到幸福，感到高兴。你就刚才说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，我想曾经那些美好要一直能延续的像你们这么好有多好。我们其实也是讨论过这样的问题，就是她刚开始也是那种很没有安全感的女孩，她谈恋爱的运气老是不好，然后每次遇到一些渣男或者什么，后来她自己跟我说了一句话，她说我老是谈恋爱的运气那么好，是不是因为我遇到了你？
他就说他在友情的运气上就已经很好了，我就觉得其实很开心，是他真的非常的包容宽广，包括这2年可能大家因为看到我跟王悦稍微经常在一块儿，因为工作嘛出差什么的，网上经常看到说什么3个人的友情很拥挤，一点没有。他甚至在王悦生病的时候，我没有时间的时候，他也陪王悦去医院。这一点我真的是很感谢小陈。对 ，Yes。 Yes.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is? Yeah, I think I remember, you know, when I was young, I listen to radio. I also opening the Japanese salon with my friend, yeah, my best friend. OK， 我翻译成中文了。好的，让我们说中Yes，文。就是其实我跟我的搭档阿茂也曾经开过一家发廊。哦。叫梦幻丽莎发廊，他们俩是双喜临门是吧？对，我们出了一张专辑，那张专辑叫梦幻丽莎发廊。但我也很希望有你这样的闺蜜了，可以帮忙。现在开始也不迟。对，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是像王博老师说的，还有郭麒麟先生说的，我一天换8个称呼。有些朋友他有时间性，到了某一定年龄、某一个空间、某一个时空，他好像自动的。就好像就那个时空变了，大家就不联系了。然后随着我也红了嘛，大家也知道了。后来慢慢就发现很多朋友，其实哎呀，怎么说呢，就是很可惜，可能大家不在那个时空。明白。其实刚刚你形容的画面其实很像您在一个沙漠里面迷路了之后，突然来了一个骆驼，你们2个结伴而行，走出这个沙漠，你要寻找一片新的绿洲，而他要前行到下一个沙漠，你们一起经历过这段路程就 OK 了，记住就可以。Yes。有意思，等了1天了，终于等到了理解人科的一位朋友。那我们谢谢嘻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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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到你的朋友身边。我觉得他有一种很强的魔力，就是你会感觉很想要跟他做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这是嘻哈的猫。这才是嘻哈素人版。我们大学同窗，一同踏入民航行业，一起嘻嘻哈哈。好了，不说这些素的，聊聊他红了之后的吧。我在剖析我自己，我想把最真实的自己跟大家讲。现在他每一场演出都座无虚席，走到哪里都能收获到特别多观众的喜爱。就算身处万众瞩目的圈子，他始终能守住初心，并没有丢掉我们当年纯粹的模样。10，哎，友谊其实从不需要生活步调完全一致。嘻哈，感谢您一直跟我同乘一个航班，期待与您的再次相见。嘻哈演完，那我们这一大组的前4位朋友都演完了，我们会先揭晓气友南瓜多多嘻哈的得票情况，结果如何，请看大屏幕。今晚第一个200。那他们的队友就会按照得票的顺序依次登场。想什么呢？这么认真？我在想，怎么能再精进？哦，想要精益求精？起势，劲头得猛，突发状况兜得住，节奏稳，张弛有度，这已经很到位了。攻防稳，这就是你拿下大王的秘诀？啥呀？我说的是你闺女。也太优秀了吧！我也有秘诀，全靠皇家美术家儿，3重针萃3D 预护，攻防稳兼备，守护宝宝强大体质。原来这也是攻防稳啊！没错，从小打好底子，孩子自然能尽情探索。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朋友曾经跟我们说过，有些人他只配去北京。那今天要聊的是北京的前一站，掌声有请大老王。